今天我们要来谈一段非常深刻的历史，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古老城市的故事，这是个警告，一个从历史深处发出，直到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意义重大的警告。你看，这一切的开端都浓缩在这句充满悲伤的话里。这是神的儿子耶稣望着他所爱的城，心都碎了，因为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未来。他这句话点出了一个错失和平的悲剧，也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整个故事定下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基调。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部分，君王的眼泪。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耶路撒冷外表看起来有多么荣耀，而它注定的结局又是多么的悲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逾越节的时候，从橄榄山顶看下去，耶路撒冷真的非常壮丽。圣殿的白色大理石墙在阳光下简直像雪一样洁白，金门跟尖顶都闪闪发光。当时的人都称它为全美的，是整个民族的骄傲。但就在这个时候，当所有人都拿着棕榈枝，高喊着他是君王的时候，一股很深很深的悲伤却突然涌上了神的儿子耶稣的心头。他哭了，他流的眼泪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城里那上百万即将面临毁灭的人民。他的眼睛穿透了眼前的荣华富贵，直接看到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恐怖未来。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这么辉煌的城市会走向毁灭？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二部分，来探讨这悲剧背后的根源，一段关于恩典被一再拒绝的历史。你知道吗？这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不断拒绝上天恩典的历史。他们嘲笑神的使者，藐视神的话，还讥讽他的先知。但即便如此，神还是充满怜悯，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发出呼召。到最后，他甚至把天上最宝贵的礼物，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了他们。结果呢？这份最终极的爱还是被拒绝了。整整3年的时间，这位君王亲自走在他的子民中间，周流四方行善事。他安慰那些伤心的人，释放被捆绑的人，医治了数不清的病人，甚至让死人复活。他对所有人发出最温柔的邀请，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到安息。它带来的是医治，是和平。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悲剧的核心。这句叹息真的说明了一切。他的爱被藐视，他的忠告被拒绝，他的警告被当成笑话。当他最后说出只是你们不愿意的时候，这不只是悲伤而已，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宣告。如果毁灭真的来了，那是你们自己选的，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好啦，现在我们来到整个故事最 dramatic 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部分，预言是如何用最可怕的方式一步步应验的。他曾经说过，这座宏伟的圣殿将来连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在那场大灾难真的来临之前，其实出现了很多让人非常不安的预兆，比如说在半夜，本来应该一片漆黑，但圣殿和祭坛却被一种很奇异、不自然的光照亮了。还有，在黄昏的时候，人们抬头看天上的云，竟然吓得看见了战车和军队在交战的幻象。更诡异的是，从圣殿最神圣的内部传出了一个神秘的声音，大喊着：“我们离开这里吧！”然后那扇需要20个人才能推动的巨大东门，竟然在半夜没有任何人碰它，自己就打开了。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种末日就要来的恐惧感。但是你知道吗？对于那些选择相信警告的人，神为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这个过程真的非常奇妙。首先，罗马军队把他们的军旗插在城外的圣地，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逃离信号。
接着，就在大家觉得罗马军队快要攻下城的时候，他们的将军薛提亚竟然毫无理由地、非常突然地下令撤军了。这个短暂的空档就成了一个黄金逃生机会。基督徒们牢牢记住了救主的警告，抓紧时间，全部成功逃到了约旦河外的伯拉城。所以后来那场大毁灭中，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丧生。可是，对于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当罗马军队在提多将军的带领下再一次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掉进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人间地狱。城门被关得死死的，再也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了。在被围困的期间，城里面发生的事简直就是地狱。城里不同的派系还在疯狂内斗，竟然亲手把自己可以吃好几年的粮食给烧了。饥荒变得非常可怕，人们饿到开始去啃皮带、鞋子，甚至是盾牌上的皮革。最基本的人性完全消失了。夫妻为了食物反目成仇，儿女从年迈的父母口中抢走最后一口吃的。最可怕的是，有母亲竟然饿到亲手煮自己的小孩来吃，这完全应验了古老而恐怖的预言。同时，在城墙外面，每天都有几百个俘虏被钉上十字架，那个场面惨不忍睹。说来讽刺，就连罗马将军提多都想要保住那座宏伟的圣殿，他还特别下令不准任何人破坏它。可是，在一场混乱当中，一名士兵就好像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着一样，违反命令，把火把丢进了圣殿的门廊。提多自己都跑来下令救火，但士兵们的杀戮欲望加上大火的蔓延，已经完全失控了。那座曾经辉煌壮丽的建筑就这样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预言就这样应验了。这个数字110万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最终规模。在围城和后来的屠杀中，超过11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让人心都碎了的数字。它冷冰冰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因为拒绝恩典，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要从历史回到现在。因为耶路撒冷的毁灭，它不只是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是一个给所有时代的严肃警告。它的回响到今天，我们仍然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这段古老的历史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关键点就在这里。当时犹太人犯下的大罪是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而今天这个世界所犯的大罪是拒绝神的律法，也就是天上和地上所有权柄的根基。你看，虽然形式不一样，但那个核心，那个拒绝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当年那套让耶路撒冷走向毁灭的欺骗手法，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运作。人们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麻痹了，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却完全没看到自己脚下就是悬崖。就跟当年有预兆一样，末日的来临也有非常明确的信号。圣经早就预言，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当世界的领袖们不断高喊着虚假的和平跟安全，当人们都沉醉在物质的繁荣与进步里的时候，那最后的日子就会在大家最想不到的时候，像一张网一样突然临到。所以这里有一个来自最高权威的非常直接、非常急迫的命令，就是所以你们要警醒。这句话不是只对某些人说的，而是对每一个听到这个警告的人说的。保持警醒，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主来的日子。历史的教训是严肃而且无法回避的。当那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在没有人预料到的时候突然来到，那突如其来的毁灭就会降到那些沉睡不警醒的人身上。正如圣经所宣告的，他们绝不能逃脱。
这个警告就是我们今天从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必须学到的一个关乎永恒命运的功课。